ございます。今天早上饭店的早餐，让我来看一下。感觉早餐比较简单，好像跟昨天差不多一样的炸物，但是有蛋，还有纳豆，还有饭，然后有一碗味噌汤。じゃあいただきます。今天是自驾旅游第5天，早上还没有6点半就早早起来吃早餐整理，然后才7点半就要准备出门了。由于今天的路途非常遥远，需要及早动身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里是内陆，早上起来明显比较寒冷，就直接穿上我的冲锋衣了。2月底的地质区虽然路面是偏干燥，不过两旁也有不少积雪。昨天在这过了一个非常静谧的一晚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明明也算是观光有名的小城，但这里给我的感觉是比最东端的根室还多了一点寂寥感。也许时间还早，道路上也没什么车子，不过还是带点不舍的心情前往下个目的地铁西卡卡。我们下次见喽！今天的路程要一口气从地质区前往黑月，查了 Google 推荐了2条路线，我还是习惯性的跟阿明请教了一下。考量了许多因素，他直接建议我就走经过美幌町跟美建的这条路线，预计170多公里，要开3个多小时，只是参考。而这条路虽然距离比较短，稍微安全，但也不是绝对就非常令人安心的一条路。地图上可以看到绕行出驱邪路湖的这段美幌卡的道路，可以说是非常蜿蜒。即使是在北海道雪驾很多次，开过许多山路的我，还是不免要紧张一下。接下来继续行驶，虽然说第5天身体有点小疲累，因为毕竟只有我一个人开车啊，但就早点睡，养好精神，隔天喝个咖啡慢慢开。一路上风景很漂亮，也忘却了一些疲累，但一大早路过森林，还是要小心野生动物。眼看道路慢慢往高处走，这里的路面已经开始有明显变化，有一些积雪跟许多冻结融冰的区域，尤其是日阴区域的路面更加明显。然后道路也开始弯来弯去，当然时速很慢之外，我的排挡杆也开始忙了一下。虽然前几天呢都是比较偏干燥的路面，然后昨天差点撞到路，但大多都还算好开。今天一下子要进入雪架，害我差点都还没有反应过来。之前有人看我的影片，说下次也要挑战一个人来北海道自驾。不好意思，对此我还是得跟各位保留一下。其实呢，我不会因为拍了影片呢，就推荐大家也都来自驾，或甚至走同样的路线之类什么。因为我觉得各位呢，还是要多多评估一下自身的经验跟风险。毕竟每次的路况呢或天气都不会跟影片长得一样。然后有许多东西呢，也是因为我们长久生活在这里，会比较习惯这里的气候跟环境，还有区域特性。要说我刚在北海道生活，也没有马上开车，一开始呢也是搭电车或搭巴士之类。从夏天开始慢慢开，会在路上观察日本人开车之类。后来开车被老公一直念，所以不会说只是拍了一些影片给大家看，就希望大家也全都来自驾。那其实是比较不负责任的做法，所以到这里又不免要工商一下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弄一个自驾课程的原因啦。接下来的路面着实让人有点紧张，除了路面积雪之外，左边就是山路的悬崖，需要非常集中精神。而眼看这条绕行驱邪路湖的道路即将来到最高点，也就是美幌卡，这里刚好有一个米基诺 Aki， 那就在这边休息一下，看个风景吧。我们现在来到了比霍罗托给，哇，这边感觉海拔蛮高的哎。哇，这边我仿佛回到雪国的感觉了。阿寒魔州国立公园，比霍罗托给。我们现在在这边，刚才这边超级弯的，哇，一连串的弯路啊！
这一趟到东的一堆路都没有雪，经过这边鼻喉都透给，仿佛又回来雪国。啊，有树冰哎！哇哇，这个针叶林哦，然后上面都是冰，哇，树冰哎！哇，这边真的是超级冷的。哇，我来看一下这边的视野。哇，这边可以看到驱邪路湖。哇，这边的展望很漂亮。哇塞！哇！哇，我们刚才从那边一路开过来，哇，超级弯的。梅黄卡是北海道国道243号上的一段跨越早晴山和萨马卡利努布里山之间安布的道路，介于王走郡、梅幌町和川上郡地址区町边界处。上面标高525公尺处有个展望台，可以眺望日本国内最大火山湖驱邪路湖。据说天气如果不好，这里也有可能通行停止。一路上仿佛春天的道路，来到这里又回到雪国的感觉。一大早还看到一些树冰，美得像个异世界。昨天晚上这里好像还下了一点雪，软融融的雪在阳光照射下显得晶莹剔透。远方可以眺望知床连山跟硫磺山等，这里也被誉为天下之绝景。这个很漂亮，很漂亮，但是我们还要继续赶路啊！哇，没办法停留太久，有点可惜。哇，从这边可以走过来米基诺 Aki 这边，哦，还蛮方便的。哦。由于今天的行程是要去黑月滑雪，所以路程中不可停留太久，短暂欣赏一下美景后又继续上路。预计还得开2个半小时多才可抵达陈云峡。这一路的美景还是美不胜收，两旁可以看到许多雾冰。我继续小心行驶。车辆下山开到了平地，等一下预计经过梅幌町，再接北见市，接下来就要进入山区道路，目的地将是此行第2大重点——北海道的大雪山国立公园。此行很多其实都是我没来过的地方，带着有点紧张又有点期待的心情，一路上继续听着 Podcast， 边看着风景慢慢行驶。平地果然跟山区的气候不太一样，虽然这里是干燥路面，但一进入山区可能又有许多积雪，这之间其实也有许多路段都有冻结的情形，所以还是凡事小心。在路过郊区便利商店停留休息了一下，继续上路，开了100多公里来到这里的风景又跟道东有些许不同，森林高耸了许多，一层一层有如水墨画一般，道路两旁也夹着陡峭的山壁，我想已经进入了大雪山区域。再经过几个隧道，就已经快抵达黑月喽。抵达了黑月，虽然比预计时间还晚了一点，到的时间已经11点多，赶快在停车场着装好，就拿好雪板，准备要来搭缆车啦。这段影片刚好我的麦克风忘了接，没声音，所以我就在影片后方跟各位分享一下此行的心得吧。刚到停车场，发现车也是停满的，而这边一下车就是可以直接搭缆车的地方了。没想到第一次来到陈云峡搭缆车就直接要去滑雪，不过因为我有先查了一下，至少他们是有整理的雪道的，就想说直接来看看，
从停车场走进来检票厅里面，2月底应该雪况不错，但是这个时间点却也没什么人的感觉。我直接先买了一张1日券，4300日币。这张票可以无限搭乘 Ropeway 箱型缆车跟滑雪 Lift 的缆车，算是蛮划算的一张票。从箱型缆车搭上去，会先到黑月五合目，上面写着气温-15度，感觉还蛮冷的。然后这边周边也都可以拿一些导览介绍。这里也可以看到黑月滑雪场的地图，最上面标高7合目，有1520公尺。然后上面会先接一段红线，然后再接绿线下来。除此之外，感觉周围还有很多 BC 的雪道外区域。这里有可以盖章，还刚好看到我今天要住的民宿广告。这次来滑雪，我另外带了一个小背包，至少可以装水跟我的相机之类。然后我们就走出来搭Ropeway啦。今天天气感觉不错，也没什么人，我最喜欢不挤人的感觉。大概搭7分钟左右就可以到黑月五合目展望台处了。这算是我第一次要去到海拔比较高的地方滑雪吧。这里听说雪况还不错，从11月中会开到5月初，说是北海道雪季最长的雪场。不过1月的时候缆车却维护运休1个多月，因为这样我也才安排2月底才来。缆车下是陈云峡附近岩壁的风光。据说这附近有长达24公里的峡谷景观，内藏柱状岩石堆积的特殊地形跟断崖瀑布等等，从上面看下去非常壮观。缆车继续行驶，这个绿色箱型缆车设计的好可爱。不久后就抵达五合目的展望台啦，上面的室内也有休息区跟厕所之类，我们直接走出来看看。上面感觉有不少人潮，然后还正在下着小雪。在这边先抵达了黑月站，等一下还要坐另外的缆车到更高处滑雪，但这边就已经有点冷。今天呢，我直接冲锋衣加内层的气绒服、防摔衣、发热衣、排汗 T 恤等，大概穿了有5层来滑雪吧。不过因为冲锋衣很轻，我其实并不感到厚重。这里周围雪景的森林就已经超漂亮了，先在这里驻足晃一下。接下来再从旁边一个联络道走一段路过去，这里的树都超级高大，一堆观光客也都在这拍照。不过已经快12点，我还是得先去滑雪。大概走不到10分钟就可以到滑雪搭缆车的地方了，那我们就再搭上去看看咯。OK， 我开始在搭缆车啦。哇，好漂亮啊！我今天第一次带着一个背包搭缆车，哇，非常的不习惯啊。但是这边哇，超级漂亮的，哇塞，这边越上去感觉这个雪越抛了，而且这边也正在下雪，然后这下面都是雪道，都是可以滑的。然后我就带大家跟我一起滑下去咯。各位，与其看我自己一路爽滑，然后配上装逼的音乐，不如想听一下我此趟滑行的感觉吧。首先呢，这边是缆车上去下来，先往右走，会接一条比较短的红线。图上看到的是 Slalom Course， 大概有25度以上，上面下来整体是比较陡的。然后这边的雪道说真的有点稍微偏窄，所以上面其实不太适合初学者。不过像我这样也菜的，可以一路先慢慢大弯下来，尤其是每转一个弯我都要想一下。2月这里的雪况可以说是不错的，还蛮粉的。大概滑了一下会接到下面这个林间 course， 这边的话就是绿线，比较平缓了。虽然雪道还是偏窄，不过可以慢慢打直板溜下来。两旁森林还蛮酷的，因为没有到太陡，所以也可以慢慢打直板滑下来。这里滑不久就可以到搭缆车的地方。
接下来滑几趟后，我尝试从缆车左边下来。其实这里有些区域已经是非雪道区域了，我尽量靠缆车旁边的空地下来，因为再接近右边森林会比较危险，出什么事都是要自己负责救助费用的。不过这边上面下来更陡，还要小心别撞到树。而我就是出于好奇冒险了一下下。这边可以说非常具挑战性，因为怕失速，我只好一直跌倒。不过总之滑了一下就回雪道区域了。哇，这边果然是未压雪区域啊！哇！哇，好难滑啊 ！OK， 我再撑一下，那边就很平了。接下来就是接缆车下方绿线，这一道说真的还蛮酷的。滑在缆车下面，两旁还有高高的树，不过雪道没有很宽，也要小心一下，两旁树林可能随时都会有冲出来的人。不过呢，因为人特别少，也没什么初学者的感觉，大家应该都懂得避开。这里由于海拔也比较高，其实整个有点半野山滑雪场的感觉。然后雪道呢也就这一两条。其他呢都是让高手探险的这个 BC 区域，新手能滑的区域不多，但因为风景实在令人赞叹啊，我意犹未尽，上去下来滑了5、6趟左右。这几天气温比较回暖，下面的雪偏湿，而如果是好几天下大雪，这边应该也会超级抛得的。再滑没几下，就又回到下面缆车处喽。哇，我们现在滑完雪，然后回到这个 Ropeway 的这个站，我想说上来这个观景台看一下。哇，这上面视野很漂亮哦。我刚才就是从最下面那边坐那个 Ropeway。那个箱型缆车上来，然后再接滑雪的缆车的，哇，看这边视野，哇，好漂亮哦！而且这边附近的山都超级高的，很高，大雪山脉的区域，哇，这个看过来，哇，哦，然后这个方向呢就是滑雪场，哇，我看一下。哇，那边还有一个山更高，哇，那个搞不好是旭月，我猜啦，不知道。我那边还有一个更高的山，那我刚才从那个方向过去就是滑雪场了，哇，超级漂亮的。哦，这个上面有一个展望台。哇，看一下这附近的山，它都有写。哇，哦，原来那边最高的那个是黑月，1984公尺，所以这边还看不到旭月。哇，现在我在这边休息一下，在他们食堂这边要吃个点心。我突然觉得没有带自己的食物来，有点浪费。看一下我的点心啊，我想要赶快滑完，再下去吃午餐就好。看这个鸡块，5块480，对哦。我觉得这边下次了，真的是一定要住附近。早上呢一开放，马上来滑。在1月的时候，这边抛的一定很厉害哇！一定要早上开门的时候就来滑，滑到它关门为止哇！ OK， 各位，我们滑完雪，那我现在来到好像是陈云峡这边必来的吧，有2个有名的瀑布，什么银河瀑布，就是双瀑，这里超级滑的，这边气温真的很低，哇，都已经结冰了。好了，看一下这是什么瀑布，哇，首先这个就是银河金扎流塞诺塔基。
而且它是日本遗产哦。卡姆伊多托莫尼伊基鲁，威卡米埃努。哦，它是2个瀑布哦，银河跟流星。眼前这边就先看到一个瀑布了，哇，上面都已经结冰了，这边气温超级低的。哇，超冷的，哇，那个河流上面的石头，哇，都是雪。Oh my god！ 哦，我现在在这个商店这边，瀑布的商店这边旁边休息一下。哇，有一些商店就是会做生意啊，一进去他就马上奉茶给我，喝起来好像香菇的这个香菇高汤哦，哇！我买了2个木质的汤匙，800多日币还不错。因为他们这边道东这边啊，这边好像他们那个木材好像很丰盛。我刚才问了商店的店员，我才发现了另外一个瀑布 ，Ryusei no Taki， 流星的瀑布，就是这边啊，哇，好厉害哦！哇，看这个瀑布。哦，它还是结冰蛮多的，但是它中间还是有水在流。OK， 这就是我今天晚上要住的民宿啦，在黑月沉云峡这边。头大铁，那就跟我一起进去看看吧。睡了好多天的榻榻米，今天有这个弹簧床，就是一个雅房。今天这个书桌还蛮大的，那我可以好好剪片。哇，今天这个暖气费多收了500日币呀！哇，这个好像是就要换气的那种暖炉啊。看一下啊，就是一个简单的房间啦。然后这边的厕所是公用的。他还附了一个这边旁边的日晷温泉的泡汤券给我们，这个呢就是可以当天无限泡的。我现在从民宿出来啦，这边呢走5分钟出来呢，就可以到这个沉云峡冰涛哦妈子里这个冰涛季的会场哦。那我就带大家来逛一下哦。哇，首先来看一个这个神社。我也是第一次来这里，哇，看到上面那个做的像瀑布一样，哇，很厉害。我们进来看一下哦。它里面有这种灯光，哇，它上面有贴一些钱币耶，哇，看起来好特别哦。北的冰酒厂，哇，看起来还蛮大的。我们进去看一下这个。哇，看这里面的这个冰雕，哇，看起来好像钟乳洞哦。没有，它这个是冰乳洞哦。我的感觉，哇，看这个都是冰块。哇，还有他们这边有卖酒，那酒放在里面，真的是一个冰酒窖啊！这边真的是有卖酒，北冰吧，在这里喝啤酒，哇，好冷哦！哇，这边也好厉害哦！我来看一下，它这个灯光弄得很漂亮，这是什么东西呀？上川町产的酒嘛，日本酒哎，上川大学酒造，看起来很厉害。哇，这个我们再进来看一下。哇，这个冰洞很大。哇，我真的是做的像隧道一样。看这上面，真的很像冰乳洞。哇，台湾有钟乳洞，北海道这边有冰乳洞。哇，好特别哦。我们再走过来这边看一下。
哇，它这个规模真的蛮大的，我做的像冰的隧道一样的，每个地方都有不一样的灯光，哇，好多灯光，哇，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脸呢，哇。哇，爱心！哦，我们这边再出来看一下。我之前都有去过知物湖的那个冰涛季，我第一次来这边发现，哇，这边规模感觉更大，而且它做好多隧道哦。我看一下这个洞，哇，他们做的太浮夸了吧！它这边旁边有一条小川，我看他们那个会场还蛮大的哦。这边有一个滑台诶，哦，是要收费的，15分钟500元。哦，等于是要租那个轮胎上去滑。哇！ OK， 我现在已经去完那个冰涛季了。从他们民宿这边呢，直接走过来旁边，这边就可以泡汤啦，然后顺便再来这边吃饭。这边黑 Kuro Dagi no U 啊，他是从这边进去。来看一下。 感谢大家收看此次的自驾行。这天去滑雪加开车已经累爆，所以回到民宿直接瘫在床上休息咯。另外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，因为游记每集长度会比较长，编辑上比较花时间，我还会再出2集，也请大家继续 follow 咯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。现在已经2月底了，这边还有这样子的雪。
边的话，就算你不滑雪，上来这边看个风景、拍个照也不错啊。